这是一群科技爱好者，也可以称之为极客、创客。他们热衷于制作和分享，涉及电子、通信、化学、航空航天等领域。设计和 DIY 火箭是最近流行起来的科技活动。2011年，他们要从这里开始，在这个个性崛起的时代，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呢是长期的把这个航天项目搞好搞大，不是短期的来显摆一下。为了探索科技爱好活动的新模式，今年刚刚成立的科创航天局决定在贵州安顺举行我国火箭爱好者的第1次年会。总体设计、发动机、舰体、材料、电控、遥测方面的爱好者加班加点设计方案。安顺的火箭爱好者为年会备好了加工条件，提前联系接待、住宿、试验场地，制定和演练了安全应急预案。云南、贵州是我国火箭爱好者最早的聚集地，在这里，王俊龙拉开了我国业余航天的序幕，许静建立了爱好者的第1个推进系统实验室，魏广银则发射了我国火箭爱好者的第1枚超音速火箭。我要来给你。温柔一点，我直接架起来。都穿情侣装，都穿情侣装。来，小心后面有车哈，那个 SS。炸掉。8月5日，各地爱好者顺利到达安顺。多年的伙伴第1次见面，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拍屏幕，拍什么屏幕？自己动手，亲自举办自己的活动，在这样的气氛里，活动一定能取得迅速的进展。我们拍完之后，突然发现墙上有4个照片。啊？没有的吗？就是他尽量有葱白的，他就想表现他能碰到点嘛，然后切的不好。这明明就是上有打针，就是那个你发动机太小了。来不及吗？可以不？你固定在里面。工作室里，火箭的制作正在紧张进行。这里的设备主要是安顺的爱好者自己制作的。4天的时间里，同学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制作燃料、发动机、舰体、降落伞和发射架，要把航电信标设备安装在火箭中，要为回收装置编写程序。不用，因为你只要记录地址就行，一个 node 就有唯一地址。
哦，那么地址是用什么结构来？ UINT8就行了，直接用一个那个用一个那个一字节的数字整数来表示 SRC。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罗素负责导航和测控设备设计，现在他正和华东科技大学的赵子川一道聚精会神地调试程序。刘文凯是在把它锯成一节一节的是吧？这是 RAP 燃料这个模具。RAP 的燃料模具哈，一共要做多少个呢？要做，现在一个发动机要装4节的话，现在就这练习了吗？哎，锯了吗？一个发动机要做4节，现在目前2个发动机的话就要做8节。8节是吧？哎，还有一个4车的发动机的话就要加装12节。嗯。界面网络，那个界面网络。一个排在里面，这里。纪录片的摄影师是无线电爱好者，这会儿他正在琢磨天线的形式，并用爱好者制造的仪器进行检验。只有摸着这条，问题是算出来也是13，现在就是13，算出来就是13.3嘛。对，拿个剪刀来剪一下，试一下，看一下动不动。那要剪短了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自学成才的机械工程师叶鹏承担了发动机和舰体的加工工作。到这里面这一层呢，你算一下这个长度，这个是厚度。我是4号，M4的，差不多。泡沫胶，还是上了泡沫胶把下面灌一下，还是闪闪的放在里面。因为舰体。面对台看嘛，它旋转起来不会震动太强了吗？发动机直接按在这个位，大概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整体，你上泡沫胶不好上嘛，要从那里。哦，那不好上不进来。我建议就是打一圈洞，然后隔板从上面下来。如果怕向上震动的话，这边随便打几个螺丝固定就行。4个螺丝肯定就行，上不下来。这个是带上一个软件，没有调试器，那上面好评，几个主角啊？好，那有传感器。哎，就不会又不会炸掉，又不会干嘛的，那么胆小干什么？你看一点烟都没有，很好。
好，无烟。漂亮。酸的烟，快跑！好漂亮的烟花。开发工作只有4天时间，白天做不完的开发，晚上继续；工作室做不完的工作，回到宿舍继续。大家齐心协力，制作正在飞速前进。开发工作接近尾声，试验的日子就要到了，大家抓紧时间放松一下，庆祝开发阶段的初步完成。红叶上红梅开，天天小桥下。南秋叶寒，何所居？
今天我们的火箭就要点火发射。为了本质上安全，试验的场地选在人迹罕至的山野，这里是乡村公路的尽头。接下来的几公里山路需要搬着200多公斤的试验装备徒步攀登。发射场是一个山间台地，指挥部是在距离火箭200米的巨石后面，在距离500米的山头上建立了观察哨。发射场上架设了多部摄像机，点火控制电缆延伸到了距离发射架100米处的一个天然小洞穴。火箭镶嵌在简易发射架上，随时准备发射。宝贝，听得见吗？摄影组就绪。喂。录像组就绪。喂。准备点火，点火组准备就绪没有？准备就绪。现在还有没有人员没有准备就绪的？10秒钟准备。10、9、8、快6、5、4、3、2、1，点火。解除警戒。第一枚火箭点火失败，换上备用键试试。现在开始倒计时，10、9、8、快6、5、4、3、2、1，点火。咦？咋回事？工艺问题？这怎么回事？没见过，没见过这种情况。5分钟以后靠近检查。第一次发射火箭的组，请注意准备检查，准备检查，开伞装置的工作，准备检查开伞装置的工作。很遗憾，2枚火箭同时失败，最后进行喷气开伞试验。拨开，快点！3、2、1，动！20秒，直接炸断了！妈呀！开伞开起来很成功，过去检查。支援们实力全部。好成功啊！你妈呀！太多了。看一下，这样睡也等这个。整死人了！监控组关闭监视设备，准备断电。知道，谁说一句？我没有。我是他妈的哦。收到，收到。
发射没有成功，努力不能白费。试验人员收集了所有相关的物品，一定要查出失败的原因。火箭使用的发动机是安顺爱好者开发出来的成熟型号，已经有10多次的测试经历。为什么会点火失败呢？我们按照科学的流程进行分析。慢慢来。这边反过来，这样看清楚。其他片子先放这个。当心。哦，这个气泡比较多，这边气泡非常足，你看这里。下面这个是本来就是有这个应该缺陷的，对，有缺陷。然后上面这个是这一次使用的要做，是本来就是这样排列的吗？本来这个可能反了。那这个是原来的，这一张片子对是没有打开就这个开的。下面跟一个有的是调过来的。没有，它没有，你看这里是。这里它当时装的时候就多装了标准缺陷样子。现在已经确认点火失败的原因，除了技术之外，爱好者们还在管理方面查找原因。根据这次活动的经验，大家确定了一系列强制标准。固体火箭一旦点火，任何质量问题都不可挽救，必须对可靠性提出苛刻要求。活动刚刚结束，新的篇章又开始了。这次活动给每个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大家定下目标，一定要掌握系统工程的方法，从基础做起，每个人的航天梦都有机会实现。